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关于李成的故事。我是李成，今年72岁，是一名包租公。我的晚年生活物质水平还可以，因为早年间盖了2栋6层楼高的房子，光线好，靠近马路，因此不少人来我这里租房子，每个月即使不干活，也能有不少的养老金。但我的晚年生活却是挺孤独的，那就是我的身边没有一个人陪伴着我。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老伴，可不幸的是，因为老伴的身体原因，所以生了一个女儿之后，便再也没有怀孕了。因此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家就只有一个女儿。可唯一的一个女儿也不愿意同我们住在一块，而是选择了去省会城市买房和女婿住在一块，平日里很少回来。而说起这个女婿，我便更不高兴了。在我看来，他就是有点仗着我们家只有一个女儿，而我女儿又死心塌地地跟着他，所以经常对我这个岳父都不是很尊重，甚至有点吃绝户的感觉。我的女儿从小到大都是个乖乖女，从小品学兼优，高考后考上省里的一所好大学。当初女儿去上大学时，我的想法也很简单，等她毕业以后就回老家，到时候找一个本地人离得近的结婚。实在不行，我们招婿也可以，反正我们家物质条件不错，如果女婿愿意过来，将来我一走，家里的东西就全部给他了。可没成想，女儿当年却带了一个外省的对象回来。坦白地说，我第一眼就不是很喜欢我这个女婿，不是因为他来自外省而且家里条件不好，而是女婿这个人有点心术不正，吊儿郎当的。就说来我们家吧，也来了好几次了，从来没见他带什么礼物过来，连最基本的礼节都没有。还没结婚之前，女婿就经常在我旁边吹风，示意我拿钱出来给他做生意，是拿而不是借。之后又常说，到时候家里的房子让他来帮忙收租，到时候租金1人1半。我也算老江湖了，对待女婿的为人自然是看得比女儿轻。我曾经劝过女儿，我认为女婿这人不适合成家过日子，要不然就算了，我再给他介绍几个好人家。可女儿不肯，她坚定自己的判断不会错，一定就要和女婿结婚，此生非他不嫁。我见说不动女儿，只好退而求其次地成全他们。当初女婿不愿意来我们家这边，于是我拿出了不少积蓄，帮女儿在省会买了套房子，只写了女儿一个人的名字。可没成想，后来女儿还是在房产上加了女婿的名字。女儿和女婿结婚以后，刚开始前5年还经常回来，可自从老伴走了以后，这10年来就很少回家了。不回来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借钱给女婿，以及把家里2栋房子还有3个店面都让给女婿打理。女婿曾经要做生意，女儿来问我借50万，可是我并不肯借给女婿，之后说房子让女婿来打理，我也是不肯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女婿一直怀恨在心，顺带着女儿也多年不怎么回来。我虽然表面上是对女儿说，你们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凡事依靠我，得自己去挣钱，自己去闯事业，但实际上我清楚，女婿之所以对女儿好，根本原因还是我这个老丈人还有点钱。如果哪一天我的钱和房子都给了女婿，不出2年，非但我的生活会过得不好，就连女婿对女儿的态度也会有所改变，甚至家暴或者离婚都有可能。但这些话我却从来不敢和女儿说。不过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，曾经我觉得女儿女婿不回家看我就算了，
我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好。可人不服老不行啊，72岁的我开始常常觉得特别孤独。虽然我表面上挺坚强的，但实际上在我的心中，家人才是最重要，亲情才是我最渴望的。这2年，我非常的想念女儿，除了女儿之外，我也常常想和自家的外孙玩耍。于是前段时间，我还是决定去女儿家小住一段时间。从我的角度来想，我认为自己去女儿家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首先，女儿这套房子是我全款出的，还是我装修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每个月补贴女婿4000块钱做生活费，所以去他们家养老都可以说问心无愧。不过去女儿家之前，我并没有说是小住1-2个月，而是说去女儿家里住。就是这个说法，让女婿认为往后我便只能靠特了，于是马上给我定了4条规矩。我在女儿家小住2天之后，女婿突然和我单独泡茶聊天。聊天过程中，女婿突然说：“爸，你从今往后想住我们家也可以，但是要遵守这4条规矩。一把老家的房子让我来打理，女婿知道我在没有离世之前是不会把2栋房子还有店面转给他或者女儿的。于是女婿退而求其次，说从来往后房子交给他来打理，由他来收租就好了。女婿说，反正我在他们家养老，老家估计很少回去就，而且也用不了多少钱，所以把房子让他打理也是理所应当。2，拿钱出来买一个更大的房子。女婿说，家里只有3室1厅，目前来说刚好住得下，但以后肯定会很拥挤。因为女婿和女儿准备要2胎，以后想换一个更大的房子，所以希望我能拿钱出来给他，他先去付个首付，以后房贷可以用收来的租金还。3，逢年过节的我不能待在他们家。女婿说，平日里我可以住他们家，但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因为亲家他们要来，所以希望我能回避一下，回老家过节，或者去外面住2天酒店。而且过年的时候，通常他要带着孩子还有女儿去回老家，所以那时候也希望我能回去，或者一个人待在这里。4，不能和外孙单独去外面玩。女婿觉得我70岁的人了，怕我带着孩子去外面玩，一个是担心我会经常买东西给外孙吃，另一个是担心会出什么事，到时候2个人都找不到了，所以我只能在家和外孙待在一块，也不能送他去上下学。女婿这4个条件看似云淡风轻，甚至他边说还边喝茶。在他看来，这是4个很简单的条件，可听在我的耳朵里，那就是完全的否定我这个人的价值了。首先，让我拿出存款给他买房，以及把房子让给他来收租，这摆明了就是要我的养老钱，让我变得一无所有才好。其次，女婿说，逢年过节亲家来了，我必须回老家或者去住酒店，同时也不能带外孙出去玩。这2个要求则是更过分了。我之所以拉下脸来在女儿家住，就是想体验一下家人的感觉，好好的和外孙增进一下感情。如今一到逢年过节就要我离开，这是摆明了不把我当父母。既然这样，我为什么还要来女儿家呢？因此，当女婿说完这4个条件以后，我立马摇摇头说，这4个条件我都接受不了。被我拒绝以后，女婿当场拉下个脸来，没再和我多说话。其实见女婿这番态度，当时我心意已决，那就是第2天便回家，这里恐怕不能住了。我只是想最后再看看女儿的态度。然而，女儿的想法和女婿一致，她也让我听女婿的，接受这4个条件。从那一刻，我便明白，
女儿已经完全和女婿绑在一起了，她的所作所为，一切的想法都是以女婿为主。我知道女儿已经拉不回来了，因此为了化解我心中对女婿的恨，我决定做一个比他还狠的决定。女婿一直想要我的房产，可这一次回去之后，我做好了公证，等我走后，名下的一切财产都将给到我的侄子。毕竟这些年，侄子对我也很不错。另外，对于女儿每月4000块钱的补贴，我也决定从此就给停了。我不知道女儿女婿会不会因为曾经这么对我会不会后悔，但我知道我做出这2个决定之后，那是问心无愧。在我看来，谁对我好，我就对谁好，谁如果假情假意，那我也厚着脸皮去主动对他好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